进琉璃世界的环境清净无瑕，如同琉璃般的晶莹剔透，地面、建筑等一切景物都是由琉璃制成，光彩夺目，充满了美丽与庄严。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前2天呢，我去了一趟奈良的药师寺，今天我就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一座千年古寺。奈良的药师寺呢，有着白凤伽蓝的美誉。白凤指的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主要呢是飞鸟时代后期到迁都平城京之前这个时间段。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到中国古代唐朝大陆文化的影响，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呢，包括寺庙的建设，甚至是法律的规章制度，都是模仿古代唐朝的大陆文化而建的。另外，从字面的意义来看，白呢是代表白色，主要象征着纯洁和光明；凤呢指的是凤凰，寓意着吉祥和繁荣。药师寺的风格呢，就是以白色、金色和红色为主，体现了白凤文化的精髓。我呢，非常的推荐朋友们都来这里参观和游览。寺庙的建筑宏伟，特点呢非常的突出。关键呢是寺院的面积非常的宽广，有8万平米左右。游客呢也相对较少，环境呢比较清静。您可以在宽广的寺庙中漫步，享受这1300年来的历史沉淀。这座药师寺的主尊呢是药师如来佛。您一定知道阿弥陀如来。阿弥陀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最早呢，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思想呢是源于古代的印度。净土被描绘成一个极其美好、充满了快乐和安宁的世界，是众生修行的最终理想之地。但是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大家是否有听说过一个东方极乐世界呢？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座奈良的药师寺，就有着东方净土的美誉。在公元7世纪的隋唐时期，玄奘法师从西域带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这其中就包含了药师经。药师经的全称呢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玄奘法师对这本经书进行了翻译之后，药师如来的信仰便逐渐的在古代中国普及，因此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概念就开始逐渐的形成。之后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了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药师寺就是体现了这种信仰，展示了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概念。在药师经的描述中，东方净琉璃世界的环境清净无瑕，如同琉璃般的晶莹剔透，地面、建筑等一切景物都是由琉璃制成，光彩夺目，充满了美丽与庄严。金堂是药师寺的核心建筑之一，以极为华丽的装饰风格著称。根据药师寺起源的记载，金堂的台阶极为奢华，台阶上装饰有玛瑙，地面上铺设有琉璃，就连道路两旁都是用金线来镶边的。这些精美的装饰展现了药师寺在平城京迁都时的极致奢华和当时超高的工艺水平。金堂的建筑风格融入了唐代建筑的特征和日本本土的装饰艺术，使其成为当时建筑艺术的典范。这座金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最初建成时，这座金堂呢不仅是药师寺伽蓝的一部分，也是当时平城京城市景观的一个亮点。根据《今昔物语集》的记载，金堂的内部装饰极为特殊和华丽，包含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文物和工艺品，被视为极其神圣的空间。为了保持金堂内部的这种神圣性和纯洁性，以至于即使是僧侣也不被允许轻易进入内部。这种封闭性表明了金堂在宗教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然而，金堂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在室町时代，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金堂呢遭受到了损坏。虽然经历了几次修缮，但这些努力呢并未完全恢复其原有的辉煌。最终在享禄年间，
也就是1528年，金堂在战乱中被战火焚毁。这座标志性的建筑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成为一段历史的遗憾。后来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也就是君山城的城主真田长盛公为寺庙建造了临时的金堂，但无论是在规模还是结构，都无法再现奈良时代的金堂的这种奢华。直到昭和年间的1976年，在各界的募捐下，才按照奈良时代的金堂进行了复原。虽然在材料和装饰风格上尽量恢复了奈良时代的样子，但在建筑技术、设施功能和维护等方面就进行了现代化的调整。所以呢，在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在工艺的安全性上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金堂是药师寺的核心部分。金堂中供奉了代表能消除病痛和灾难、赐予健康和幸福的药师如来。药师如来位于金堂的正中央，它的右侧呢是日光菩萨，左侧是月光菩萨。虽然金堂在享禄年间的冰火中被焚毁，但是药师三尊像因为是铜制的佛像，所以造型依旧保留至今。只是佛像的光背部分呢已经被烧毁，所以这一部分是后来添加上去的。药师如来的正式名称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这一座佛像呢高1丈6，约254公分，这是标准的佛像高度，是一座标准的丈六像。我们仔细欣赏这尊药师如来佛，这是一尊坐像，药师如来双腿结跏趺坐，右手呢施无畏印，左手与愿印。这是一尊典型的古老药师如来的造型，因此呢手中并未持有药壶。仔细看，佛像的手指间有如同鸟类扑膜般的金色薄膜，手掌中还刻有代表如来身体特征之一的千佛轮纹。这种特征寓意着佛陀能够无遗漏地拯救所有的众生，以其无边的慈悲心包容一切。在胸部能隐约看到中央刻有万字，足底呢也刻有千佛轮纹和双鱼纹等线性雕刻。这些特征呢就表现了佛观三昧海经等经典中描述的如来像。古代的金铜雕刻能有如此精细的佛像实属罕见，反映了药师寺的建造者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在宗教文化上的多重精神和追求，是古代佛教艺术的瑰宝。建造之初时，佛像的全身都贴满了金箔，呈现出金光灿烂的色彩。如今的佛像大部分呈现出深黑色，仅留有少部分的地方呢还留有金色。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呢站立于药师如来的左右，两尊菩萨象征着太阳和月亮的光芒，照耀着世间万物，无差别地守护着众生。两尊佛像的身形姿态呢较药师如来相比呢比较纤细，腰部的曲线和身体的整个曲线呢都是非常的流畅，身体极具美感，令膜拜者心生敬仰。两尊菩萨头戴花卉的宝冠，胸前的璎珞呢曾经呢是镶有宝石。这些装饰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依旧能感受到佛像在建造之初的华丽和气魄。金堂的药师如来所做的宣字形须弥台，因其独特的设计而闻名。这个台座呢，融合了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混搭风格，十分的罕见。台座呢和药师如来相同，均由青铜制成。台座由3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上框、下框和中间的腰部。上下框的部分呢，雕刻着来自希腊的葡萄糖草纹和波斯的莲花纹。最有趣的部分呢，是台座的腰部，上面刻有风字形的窗户，里面雕刻了力神像，4个面一共有12尊力神，它们相当于佛祖的12神将，守护着药师如来。这些力神的形态和表情呢，也十分的有趣。他们上半身赤裸，大大的肚囊，粗壮的四肢，长而卷的头发，还有2颗獠牙，瞪着大大的眼睛向外观看。在台座的南北两面的中央还刻有一个看上去十分古怪的形象，它呢被称为地神，据说是古印度风格的雕像。地神没有双脚，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鱼尾的肢体，他的双手举着一根柱子置于头顶，这根柱子代表着须弥山，上面坐着药师如来。仔细看下框的4面刻有来自古代中国的4大神兽，分别是东方的青龙、南方的朱雀、西方的白虎和北方的玄武。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台座呢
只能从药师如来身后的开口进行参观，因此呢，只能看到台座北面的花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寺院的东僧坊，那里呢有须弥台座的复刻完整展示版。穿过经堂，我们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叫做大讲堂。大讲堂呢，是药师寺的伽蓝中最大的一座殿堂，也是由于讲堂的规模宏大，所以被称为大讲堂。奈良的古寺呢，都建有修学道场，通常呢被称为讲堂。僧侣们在此聚集，学习佛法的教义，并进行讨论。原本在大讲堂建立之初，内部供奉的是持统天皇在天武天皇的7周年忌日时，为了展示极乐净土的景象而刺绣的阿弥陀三尊像。然而遗憾的是，这幅作品在历史的战火中被烧毁。虽然在1852年大讲堂曾被重建过，但是呢，规模小了许多。直到2003年，新的大讲堂按照最初的规模进行了重建。如今啊，这里的主尊变成了弥勒三尊像，作为法相中唯识学派的道场。大讲堂的本尊呢是弥勒如来，弥勒如来被视为未来佛，现在的形象呢是在释迦牟尼佛灭后5亿7600万年后成佛的形象。大讲堂内的佛像呈三尊的形式，中央是弥勒如来，右侧呢是法愿林菩萨，左侧呢是大妙相菩萨。据说大讲堂的弥勒三尊像是仿照经堂的药师三尊而制作的。原本呢，这些佛像是供奉于直归寺，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转移到了药师寺的西院伽蓝，成为旧讲堂的本尊。1993年对弥勒如来的台座进行了修缮，并安置于大讲堂中。在大讲堂的北门呢，有一块刻有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石碑。如今呢，在寺庙中供奉佛像呢是非常常见的做法。但是在以前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后，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内，其实是没有佛像的。关于这个原因呢，是有很多种的说法。有一种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啊，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人类，成为了觉悟者，因此呢，人类是无法用雕像的形式来表现它。人们转而通过描绘菩提树啊、法轮啊，或者与释迦牟尼相关的符号来表达对他的敬仰。其中啊，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佛足石，也就是说刻有释迦牟尼佛足迹的石碑。人们面对这些佛足迹石的时候，仿佛感受到了佛陀的降临，双手合十虔诚的礼拜。药师寺的这个佛足迹石呢，侧面是刻有铭文的。这块佛足迹石呢，是雕刻于公元753年。古代的佛足迹石呢是非常罕见的，而药师寺的这块佛足迹石啊，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佛足迹石之一。